好，回到这个节目上头，我们来看看，因为呢，现在21号已经确定了，在总统呢，他就是说，复议就给他送进去我们的立法院之后。早上的朝野协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爆，怎么说呢？罕见的看到韩国瑜，我觉得那个脸是真的有生气。我们现在看看报道。不是还是错误吗？黄国昌讲2次了，回到你身上，什么？哦，不是，我这个叫吼，你这个才叫吼啦！天地良心，什么天地良心啊？这个会议我尽可能公平，你还在鸡蛋里挑钢筋，不是挑骨头啊！不满被拍桌，立法院长韩国瑜愤而离席，中场休息让大家冷静冷静。原本针对复议案朝野协商，三党团却为了谁先发言爆发口角。我也可以挑战你啊！你是立委，我是立委啊！你只是你选出来，你叫做院长而已啊！那你继续喊吧。什么叫做我继续喊？你什么态度啊？哦，我是院长，我朝野协商，那你继续喊呢？你也可以继续喊呐、我挑战你刚好而已啦。喊再大声一点。你也还可以大声一点呢、你也可以大声一点呢、你为什么制止我讲话？谁制止你讲话了？你刚刚才是轮到我，为什么你给我跳过去？怎么桌子你？为了发言规则，双方火气都不小，不止民进党立委庄瑞雄拍桌。我已经说过，等一下会回到你们这一。什么叫做你已经说了，是你指挥的？但你不要猜是我讲。你不要猜是我讲，我黄国昌讲过2次了吧？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血压会高了，因为你太不讲道理了。朝野对行政院长到立院说明有共识，针对时程，国民党备妥 A、B 两方案。方案 A 6月14号院会上午报告，下午投票；方案 B 6月17号召开全院委员会，18号院会上午投票，下午质询。民进党则主张充分讨论，不必赶在18号处理重大议案，不要再有时间压力，然后为快而快。我个人都认为 review 的机会就好好的来重新再来审视条文。经过近2小时讨论，朝野协商出炉，6月19号、20号召开全院委员会审查复议案，并邀行政院长列席说明。21号上午记名表决，协商暂告一段落，但表决大战，立院恐怕再上演朝野混战。好，今天上午这个场面哈，其实就韩国瑜他的立场，我还特别从头到尾就是看那个顺序，他其实就真的是国民党、民众党、民进党、国民党、民众党、民进党，所以他才会再回到国民党啊。但是呢，这个庄瑞雄他就不开心了。但不管怎么样，现在终于是协商完了，21号决定要记名投票表决，好，两岸2票。然后呢，同时刚刚这个听到韩国瑜讲说你是鸡蛋里面挑钢筋，马上庄瑞雄被媒体问到的时候就说。除非你们那个叫做怪蛋啊，鸡蛋里面怎么会有钢筋？那就表示你们那个是一颗怪蛋，就是开始这种很口水战的部分。但不管怎么说啦，现在到底为什么要复议？理由7点已经改成6点了。一开始的这个7点呢，看起来蛮简短，也蛮言简意赅的。后来的这个6点呢，其实如果你仔细去念一下，很中性。可是问题是你就会没有像前面这个7点这么样的明确。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现在的这个案子？因为呢，行政院他的讲法就是。其实就是有很多治安难行，我们才要提复议啊！你去念，一定有更多治安难行的地方。请教春成委员。这复议当中治安难行很重要的，比如说像说这个在法案的过程当中，审议的过程当中没有实质讨论，就像刚才政党协商。党团协商就是要实质讨论的，就是要做这个。每次一开这种党团协商，都要搞到4个小时、5个小时，我每次都有参加那从头到尾，就是像刚这样子，民进党就是完全把它当做一个秀场，完全就是都不进入主题。刚才在吵什么？只是为了一个。韩国瑜为什么韩国瑜真的快要抓狂了？他就觉得不晓得在跟你在讲那个外星语，你知道？他就讲说，那每一个党团，那党团就是轮流嘛，那党团有时候他会讲说，那党团那个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讲2次？那我讲说我是党团，我要派谁讲？你管我？你管我那我们为什么民进党这边每一个只能讲1次？就那个讲说，这个就是以党不是以人的协商嘛但是就是为了这样的事情就可以吵，每次都是为了一些很微小的事情就借势借端来制造冲突、制造矛盾。那怎么讨论？怎么有实质讨论？所有没有实质讨论。或者是这些过程都是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刚才讲的，
它就像刚才讲，它里面最重要有太多问题嘛。在讲国民党啊，以前是那个叫不当党产，现在对民进党来讲都是党产，管你国营什么，都必须要配合我。现在所有的很多的这些机构，你会认为吗？四方认为民党相关的这个啊，有太多的这些问题。那你说 NCC 是一个国家单位吗？这都是党部啊。这都已经是党部了，不管是公营的什么营的，公家的行政院。完全是听党的指挥嘛。我也看着现在行政院新内阁一上来，找了很多那些的确不错的人才啊，民间来的人才，每一个人讲了以后，然后呢讲了一句话，党部不同意见赶快收回去，包括经济部啊、核能变来变去，所有都是现在民进党就是以党领政嘛，一切都是听党的嘛，所以中华电信算什么？NCC 算什么？什么每一个人他每天都在打选举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国会改革。是，我想请教一下前辈了。哎，我们俊逸委员，你怎么样来看？因为你一公怀狗学工没有按照程序啦啊。那钟瑞雄他就讲说，我平常也不是这么不理性的人呐，今天我是真的被你气到了啊！你也立委，我也立委啊，不过你就是当班长而已啊，你也没有比较厉害。当然没有比较厉害了。这个院长的责任，然后主持院会、主持协商，如此而已嘛。那其他还是你要提案干什么，还是跟委员一样要联署啊，没有什么特权哈。那这些呢，就是不嫌话无聊了哦。这些大概一些讲啊，根本就是无意去协商啊，没那个艺术，我没用协商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因为这个事情啊，复议啊，我跟大家讲，复议这件事啊，是即使没有理由要复议啊，但是法律规定要自爱难行啊，所以法律规定既然要自爱难行，就从自爱难行里面去编一些理由出来，就是这么简单的。那你也要编理由。这个案子事实上民进党是不想要，就是说你国会。国会那么大的，等于是就太上行政院了啦。这么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啊，我们又不是内阁制那干脆改成内阁制算了，就立法院去共推行政院嘛，共主行政院嘛，不就解决了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太多在事前呢，就是这些什么所谓的国会改革法案通过之前太多需要去做。政党之间的协调，或者是这个社会民意的统整等等，这个事情是没有做的嘛。那没有做就通过，那当然就非复议不可嘛。那这个复议大概复议也会按照国会的多数了，不可能国会多数又把它整个推翻掉嘛。那接着就是到宪法法庭去嘛。接着就是要上街头街头那个不是上街头了，我们那个上街头干什么？那么热，对不对？我们是去跟民众沟通沟通。对，你这个时候上街头干什么？那么热。接收再修这些公文要大家要沟通就是让社会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样做嘛。这个也是一个政党应该有的态度。那民众党好像也要上去讲嘛。没有，我们现在在提出另外一个就是电视辩论你们要沟通嘛。国民党也会下乡去沟通嘛。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子干嘛？那就是回到社会上去诉求。那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了。那你说这个跟选举有没有什么关系？我还李双贵这个即使要选下一次的这个县市长的话，也是太久了。有那么大的能量吗？要罢免我们搞了明年年初罢免。罢免那个跟还有些顾为代志啦。没有，我觉得整个这个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民进党不要，国民党跟民众党硬要那结果就搞到现在这个僵局嘛。那民进党不要，国民党跟民众党硬要。事实上还有我们之前的经验是还有一个叫做协商空间那这个协商空间是完全没有了，当然就造成这个样子。所以你现在可以讲协商，政党协商来，你讲话做无聊，大家拢在那吵
啊，他就不是真正要协商啊，你对帮龙龙蝶直播啦哈，所以会不会变成又是另一种这个民众在想说啊，那龙蝶晚贼立法院怎么每天都在吵这个？但不管怎么说，如果现在真的是好啦，要跟民众好好来沟通的话，赖清德我们的党主席其实已经有下令了，等等回来听听他说什么。好，我们讲说，如果下乡要去讲的话，要讲什么？从礼拜五开始，花莲开始来起跑。然后呢，赖清德，我们这位民进党党主席已经有下令了。他说，我们是为了团结台湾，不是被玩 gay 哦。你只是要让民众了解真实正确的资讯，搭起社会对话的桥梁。你看讲的多好啊啊！然后呢，特别强调，千万不要去说人家不好，什么制造冲突对立，这个不是我们的本意啦。我们只是假资讯太多了啦，正确资讯啊，我们要散发这个正确的资讯。然后林右昌加码啊，我们这位秘书长加码说，你还可以这么做，你可以打电话去给你们那个选区的立委，叫他们悬崖勒马，一定会有那一两个比较有良心的哈，会洗心革面呐，会回来跟我们站在一起啦。请教蓝萱姐。对，我觉得啦，这个就是刚刚俊毅委员特别讲到说，这个不是要分化哦，这不是要搞对立哦，只要告诉大家说呢，我要跟社会直接沟通，告诉你说呢，我们民进党不要是在野党硬要。我觉得这个说法真的让我觉得蛮惊讶的啦哦，就是说，因为我以前这个俊毅委员在当立委的时候，我在跑新闻，那个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说真心话，就现在的改革方案确实是当作民进党提出来的，所以说现在民进党不要，好啦，现在民进党不要，那为什么以前要？那为什么以前要的时候都说哦，这个就是国会改革，这民主的进步啊，我们国家就要往这个方向去走。那为什么现在突然之间又觉得啊，这个不要，这个是对于这个我们的民主是一个伤害，这是一个国会扩权。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要说道理啦，就你要说出你的道理来，而且呢，可能还不只是跟民众说服这个道理，你先去跟林濁水，去跟游盈隆，去跟苏焕智这些你们老的民进党的创党的元老们，这些呢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人，告诉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改变了。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我觉得民进党要面对他们自己这个浊世今非的事情。好，所以我就讲了说，这一次我觉得整个的对于台湾啊，目前看起来赖清德上台之后的所谓的新政治，我不是那么的乐观的原因在于说他真的是很硬，他真的态度很硬。那在立法院里面很硬，还不够，就是说我在立法院呢表决输了你。我觉得民进党最擅长的地方呢，就是他又想到回到了这个街头，用街头重新包围国会。你说民意，现在的国会不是新民意吗？是啊，那为什么你过半才叫新民意？你不过半你就不叫新民意？目前的立法院在野的蓝白是不是过半的新民意？是新民意啊！所以他们告诉你说，我们要这样子的支持国会改革，我们要进行这样的一个监督。我们认为国会应该掌握有这些调查权，有这样的一个听证权，然后呢，有这个藐视国会的这个行政的形式上的处理，所以才可以让官员愿意坦白说话，愿意呢提供一些相关的资讯，又愿意把过去这些大家那么多的一些疑云，不管是呢超市的疑云，不管是疫苗的疑云，不管是这个王一川的疑云等等，可以说明清楚。包括这一次的中华电信，为什么这个司法会拥有那么多的资料？为什么还可以去跟民进党中央做报告？还可以去跟台南市这个接案子，还可以请到蔡英文去机房剪彩？这个都是大家的疑问，不是吗？对不对？好，那这个部分的话，现在新民意说，我希望有这些权利可以去进行这样的替民意做监督。那为什么这样的就不叫做民意了呢？那为什么民进党就说我要去街头，我才要面对真正的新民意在街头。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进党民进党向来从以前到现在，他的文宣本来就是超级强，就是民进党的空战向来强。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就是说在野党当然这一次也学聪明了，也学乖了，你来6场，我来100场，你要上街头，我也跟你拼街头。我觉得是应该要这个样子，因为就是说对于民进党来说，他用他最擅长的空战，以及他的侧翼，以及他的网络的网军。就是他会有点击飞城市，就是让你不断的讲呢，他用一个比较擅长的方式，跟民众对话的方式，或者跟年轻人对话的方式，然后呢，让青鸟一起飞。而且回过头来，我也觉得很好玩。一开始其实他们有说这个青鸟全岛飞嘛，那我觉得他可能有点意识到说，这样子好像让大家知道说，所以青鸟行动是你动员的咯，所以马上就改说没有，我没有跟青鸟有关，我们这个叫做后来就取了一个名字，对不对？那个名字跟青鸟完全无关了，就不叫做青鸟全岛飞。否则一开始第一时间，我看媒体报道都说民进党要发动，不止在青岛东路有青鸟，就全岛都有青鸟。所以这个话一讲出来就
这样子哈。所以民进党可以掌控青鸟哈，你要青岛东路飞就青岛东路飞，你要呢往南飞就往南飞，你要全岛飞就全岛飞。所以其实民进党是相当程度的懂得去操作民意，而且他也试图在这一次目前看起来民意调查，好，我们刚讲第一个国会是新民意，如果你觉得不是。民意调查是不是？民意调查是吧？哈，几份民意调查在台湾，坦白讲，你去看，相对来说客观的去看它，游盈隆的山水民调算是。中间虽然有点偏绿，但是它相对来说客观。同样的 TVBS 也是，这2份民调做出来都是过半数的民众支持国会改革。是所以你也觉得这不叫新民意，你也得要到街头上面去说你要发动6场新座谈，然后希望能够民众沟通，然后呢有些有良知的人会告诉立法委员，让他们回来策反。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只能看出一点。我觉得当然不，这是所有的政党的自由他要去跟他的民众进行沟通，要去做政见的动员。但是我觉得他透露出来，就第一个赖清德很硬，第二个他要透过街头的动员，透过街头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民意，回过头来包围他不想要承认的新民意。是，那所以我觉得未来这段时间你会看到呢，立法院我觉得不会平静，光一个朝野协商可以这样子吵，不是因为只有直播而已，我觉得是因为赖清德的意志就告诉你说尽量斗没关系。所以我觉得不只是新国会，我觉得整个的政坛的气氛其实是相对来说纷乱，而且越来越紧绷。是洪薇姐，那就不能被人家跨博啊，因为柯建铭已经说你们还飞得起来吗？我为什么飞不起来？我直接讲结论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罪魁祸首就是赖清德哈。现在整个朝野如此的对立啊，政情如此的纷扰，你想想看，多少人多么期待在520之后新的政府能够提出新的愿景跟新的政策。即便他是少数总统40%，但是大家对新政府还是有期待的。可是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行政院还没有到立法院来报告之前，行政院先采取的说他要提复议案。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在过去在政治上，行政院去提复议案是何等重大的事情，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政治动作，而且一开始起手式然后你告诉我说我们不是要搞对立，但是呢我要跟你对着干。他这个对着干还不仅只是行政院对立法院，你想想看，最近以来对于地方政府，变成说你并不是我执政的这个地方政府，他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前一阵子台北市光是一个警察局长的人事案，他就会就是你要咖啡，我偏偏给你喝茶。而且就是在沟通的过程里面，最后说沟通没有办法100%满意，但问题是你提供了2个人选，人家选了 A， 你偏偏要给 B，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那又比如说最近的 SRF， 就是在这个桃园市的，他们本来做成一个废除 SRF， 它这是一个比较污染性比较高的这个固体再生燃料厂，它废除了之后呢？经济部呢又废除了你这样的，就是等于说不准你废除，所以搞到那个现在桃园的观音乡的这个他们的民众都准备要来北上来抗议了。所以请问一下，在从520到现在1个月都还没有到哦。你大家回头想想，到底有什么样新的政策、新的愿景？你不是讲说你是行动创新吗？你不是说你是 AI 内阁吗？可是我看起来你就都是对抗内阁啊，你是烽火内阁啊，你是战狼内阁啊，对不对？你就是鹰派的内阁，到处去跟人家找麻烦，到处跟人家去对抗。然后很恶心的是，然后告诉大家，其实我是要团结大家的啦，其实我不是要跟你们搞对立的。怎么不是跟你搞对立呢？刚才那一场就是大家看到立法院的一个朝野协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就是轮流这个讲话。一般来说，有时候我们也会被人家插队或怎么样，需要到这样子去羞辱院长吗？需要到这样羞辱院长？我必须讲，就说我们过去看到，比如说苏家全也好，或者是那个后来的游锡堃也好，我们知道其实苏家游锡堃他们有都完全很配合这个民进党，可是当时的在野党有这样去严重的羞辱当时的立法院院长吗？你看到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是怎么样
简直是用辱骂的方式啊！像邱意莹什么揪空院长啦，你有没有喝酒啦？有没有酒味啊？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在我们开院会那几个院会，确实那个大家是别的对抗。你既然说你是不是去喝酒啦？你有酒味，你怎么会用这种羞辱的方式？你这个叫做团结吗？你这叫做对抗吗？如果今天赖清德选的洗手式是用这种方式的话，我只能讲就是说，即便是有一些还对你有期待的人，都真的不需要抱什么希望了。好，我们先进广告回来继续来说。好，感觉呢，现在在街头上面会有一些这个不同的政治氛围会出现，原因是因为呢，除了这个青鸟啊，现在不叫青鸟，但是他们就是要下乡来宣讲之外，国民党这边呢，他们也要举办这个蓝鸟行动，然后现在传出了，其实民众党他们也不会缺席，然后说呢，只要确定了之后，他们就开始来规划宣讲。另一个是什么？另一个是，其实很多人都在讲啊，这个一连串下来就会导引到是不是其实会是一个罢免的街头开始酝酿起来。最新一波是由这个游志斌新党的，不过他现在呢其实是这个桃园市的市政顾问，他跳出来，他说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于北辰呢常常让他觉得忍无可忍，那他就无需再忍。他这一回啊，其实要罢免他有3大罪状啊，一个呢就是讲说无心桃园市政啊，另一个呢就是讲说，其实呢他到现在为止，他觉得呢其实有羞辱到包括了黄复兴党部啊，包括了他现在这个黄埔军校的事情啊。再来呢，则是说他觉得常常呢会讲出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军事专业也不够，他就想问这样子的人为什么不能罢免？开始在酝酿了。之前1个月的时间，我们听到很多可能，比如说是桃园板桥啊，然后呢高雄啊，甚至呢台北市这边都有人被点名，有可能是这样街头开始慢慢酝酿起来，选举这件事情、投票这件事情不会停吗？请教小龙哥。那我还是蛮恭喜民进党，我觉得民进党跟国民党，民进党现在已经有军系立委，有一些其实他已经可以组一个过去民进党常常奚落的黄复兴党部。那你要叫什么党部我没意见，你现在已经有沈伯洋，对，他算是民进党的军系立委嘛，黑中部队。然后你现在还有于北辰，很棒啊！我觉得我在叫之后都有。不过当然今天不管叫青鸟叫什么，国民党千万不要叫蓝鸟，我觉得没有创意。更何况青出于蓝胜于蓝，没听过嘛？就是你还没有比就是气就比他差一截，青出于蓝胜于蓝。所以人家叫青鸟，那随他叫，但是你不要叫蓝鸟。要怎么去动员呢？都没关系。现在因为黄埔要办100年，今年的黄埔100年。我私下问了一些我认识的资深的将领，大部分人是都不去的。不去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在他们信仰里面能够忍受呢，坐在那地方会有顾立雄跟赖清德，觉得你凭什么来参加黄埔100年？黄埔当然今天大陆也有黄埔，这两岸的黄埔都在共同的纪念100年。今年不管中华民国史这100多年的黄埔，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但是为什么到今天，不能因为他们已经是资深退伍的军人，所以就无所谓了？这些军人打过823炮战的，曾经出生入死，才有今天台湾的。可是对当下的台湾失望透顶。不要把对于这些你不喜欢的这些呢，国民党的余孽的失望。幸灾乐祸，觉得他的失望就是我的快乐，这是台湾最大的悲哀。今天当你要去动员那些年，我不晓得民进党朋友，因为俊也在现场。其实，在我们新闻工作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有很长的时间，我们在新闻工作的现场，我们是非常难忍受政治人物呢，去对于还在学校念书的没有投票权的孩子有时候动手动脚，就是想要去动员他们。
不要说进大学在我们念书的时候也是大逆不道的事啊。所以当你民进党说党政军退出校园，我给你拍拍手，我支持你啊。我那时候挺民进党，我就挺得义无反顾啊。我觉得国民党很烂啊，就党政军退出校园是对的。更何况说高中以下的校园，你不应该去对那些呢根本还没有投票权的孩子意图洗脑他们，把它当作你街头动员的鼓励。看了很多呢3年之后4年有投票权的孩子，现在已经坐在了那个立法院的门口，你就开始兴高采烈的觉得那个是你未来你的胜利在那地方。可是我看今天当然了，很多的父母亲很多的孩子有手机，大家串联凑热闹去是可以。可是我是说台湾怎么会到今天换了党就没有是非？刚刚呢，就是说来娟提到的那个呢，已经是我们不想问的问题。今天的所谓的国会改革的案子，哪一个案子，哪怕有3-2个字的差距，哪一个案子不是你民进党过去拍桌子瞪一瞪都说我一定要通过的？这个是呢台湾的未来，台湾的民主，台湾的制度怎么样？那今天为什么换了一个党推的时候呢，你们会倒过来另外一张脸，觉得呢这就是大逆不道，就觉得呢这是违宪，这个呢要去提复议，不是莫名其妙嘛？就是一个政党，你本身的格调、跟你的立场、跟你的原则、跟你的主张，会这么的没有一致性嘛？今天我倒过来讲，今天如果是国民党真的有本事，也去动员一群的小孩子，也能够呢去跟你民进党呢去呛赌。历史上面最有名的不就是红卫兵吗？红卫兵不就是一堆戴着红领巾的10几岁的小孩吗？连大学都没有进去过的，在街头上面跟着你喊打喊杀。我看之后反共产党最激烈的不就是那些红卫兵吗？今天民进党不要玩火自焚，不要把台湾的孩子当作是你洗脑的工具，不要看到很年轻的孩子将来4年之后有投票权，我知道啊，算也算得出来。现在呢就坐在外头跟着你呢喊打喊杀，你就要冲的时候，那些孩子是真的是会冲的。但是你要这样子做吗？今天的问题不在那些的孩子想些什么，他们也许可以接受一些的政治启蒙、政治的对话，他们愿意去看没有关系。可是呢，你不但动员他们，意图煽动他们，还监控他们，一个执政党可以不要脸到这样，我真是难以想象。但其实现在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它正在发生当中。好，但可是呢，我们来看于北辰他是怎么回应的。他也知道说呢，现在已经因为正好开了记者会了嘛，也开始要有行动的。于北辰的讲法就是要罢免就来，没在怕的。甚至呢，他还直接的说，他说是国台办下令，什么事情只要跟对岸扯上，就是有底气了啊，是不是国台办下令的啊？然后呢，再来，高金素梅她在质询的时候呢，她前后文其实有讲，那她只是说是我们习近平这个要求韩院长。其实呢，你常在看高金委员在质询的时候，你会知道他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的这个语句转折点，他就是很自然的。可是问题是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说，你一个中华民国国民怎么会说我们习近平，甚至呢也说要串联要罢免他？大家开始在问，所以现在是怎样？全部都砍掉重练？新民意没关系，砍掉重练，全部回到街头上，我们全部重来嘛？来请教一下兄弟。我觉得这就是现在民主的悲哀哦，也就是说，现在当然所有的所谓的这个 social media 啊，这社群软体啦，然后短视频啦、影音啦这些东西全部出来之后，你会发现这种断章取义的东西越来越多。接下来我觉得会更严重，因为包括 deepfake， 包括 AI。它都有可能让很多人讲出不是他真正讲出来的话，但是去影响了民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今天要回来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说台湾的民主为什么走到现在变成有点失灵了？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体制内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体制外其实大部分都是催化剂，甚至是徒劳的情绪。所以今天回过头来，我们在讨论说，你今天行政院在提复议案的说明的时候，就像刚刚居委员提到的窒碍难行只是一个借口啦，那其他都是要编啦。那你好歹你也编出来啊，比如说什么即问即答，哪里窒碍难行？民进党可以讲啊，即问即答哪里窒碍难行，听证哪里窒碍难行，然后包括所有的人事同意权，把它时间拉长，哪里窒碍难行？你要讨论，你就实打实的讨论。可是你现在发现，你用了一堆口号在做这些所谓的情绪动员，其实这里面我不得不讲，民进党真的很聪明啊。民进党现在赖清德在用一个叫做赛局理论，里面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当你赢不了的赛局，你要怎么办？
边斗啊，翻桌，对，就是翻桌。所以那种赛局理论啊，所以现在你去号召诉诸民众，其实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你在体制外，你在体制外，你去发动这些事情，对我们的民主有意义吗？真正窒碍难行的到最后是什么？是台湾的民主啊！你不尊重民意，不尊重多数，然后把罢免这件事情，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确实是宪法给我们的，但是你把公权力因为结构你拿来当刀子使，搞得现在蓝营要罢绿营，绿营要罢蓝营，然后没有理由的也在到处乱罢。唯一的理由是什么？现在在谈罢免，唯一的理由是什么？不是这个人做错什么事，是这个人好不好罢免。如果民主走到这里面，如果民主走到这个时候的时候，那还怎么办？坦白讲，我觉得像你说像于北辰啦，坦白讲，罢免对我们议员是没有办法，因为按照比例上来讲，罢免一个议员，那我那个票数会高到一个极致，但是罢免立委就被相对简单，所以从这几个案例，你就可以看到说，我们是不是趁机好好的把大家的结构讲清楚、讨论清楚，什么样的结构才是对国家最有利的？那你民进党也趁机在这个对话里面讲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你当初支持改革，你现在不要了，你就把这些事情讲清楚就好了。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点，所有的政治结构都不是完美的。我们那时候来讨论纳粹德国的时候，威玛共和曾经被人家讲说是最好的这个宪政体制制度啊，还不是养出了纳粹？所以人才是最大的问题嘛。那你民进党现在，你到底要不要尊重体制？你如果不尊重体制，然后全部都诉诸体制外的话，那台湾就走上不归路了。因为未来我们变少数的时候，那是不是换我们去组织少部分人，我们也可以来闹，我们也来所有东西都这样子来讨论？那我们的民主就回不去了。所以真正回归到尊重体制，很简单，你行政院至少把你哪一些窒碍难行的理由讲清楚嘛，对不对？即问即答有什么难的？那即问即答到底哪里窒碍难行，你要讲出来啊！结果你现在下乡，我跟你讲，你绝对不会去跟民众讲什么哪里窒碍难行，哪里窒碍难行。你先下乡，你一定就跟高金讲的一样，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习近平指示啦，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国会扩权都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不是一种徒劳的行动？到民进党的台去讲，你那个时候再去讲，对不对？我跟你讲哦，即问即答是不可行，即问即答是触犯了宪法里面这个行政院长跟立法院之间互动的宪法职权。当初谁要修宪？谁说中华民国宪法是跛脚宪法？听我讲好不好？然后你现在要拿宪法现在的状况来讲这个你要我怎么听你讲？所以我不讲，好不好？那你不是叫我讲，那你现在又不听我讲？不是你们自己讲过宪法是跛脚的。我跟你讲啊，事实上，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立法就缺乏这种叫做这个比较理性的一个讨论空间，所以为什么弄出来的东西，当初国民党内也有很人反对即问即答的，也有人啊。问题是哇，那个对不对？这大抵零钱的时候那种情绪啊，凊彩啦，新鬼较讲啊，吼。就这样子啊，就留下很多这种东西啊。调查权不是不可行，是调查权你要怎么进行，或者说这些要有一定的共识啦。对，但不到窒碍难行。对，目前你是这个样子，几乎是太上行政院，当然行政院会认为你这样子我怎么干事啊，对不对？你如果是行政院长，你会认为我根本干不了院长的事嘛？总统制的国家有，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这么简单啊，因为事前没有做好这种沟通，那这个沟通到底谁的责任就不讲了啦啊。当然，民进党也要负一点责任，是我们应该要沟通啊。国民党跟民众党我们也不应该不赶紧上这堆了哈。其实让你们做一个独立的第三党，或许对国家会更好。这是民进党的策略啊。没有，我们不赶紧上这堆，没有策略啊。克港堆耶，没有。我觉得完全是策略。路已经走到这边来了，大家回去跟支持者交代清楚。但是我跟你讲啊，最后的复议结果还是被推翻复议的，还是维持现状的，维持原条文的。那就是延长赛一直要到宪法院去，一直要到反正就是国家就是这段时间就是无法正常运转，这个真的不是国家之福啦。我希望有一个转折大家来坐下来看看怎么样处理。总统如果有权召开所谓的院际协调，我觉得或许可以来看看怎么样来调和。而总统不应该要鼓动人民上街头啦，全世界没有看到一个执政党是这样子做的啦。如果在街头，对不对？在街头两方的支持者
发生了流血事件，谁要负责任？谁要负责任？哈，所以呢，好，这个在讲说这个讲不清楚，行政院的复议说前面没有什么沟通好，那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办电视辩论会。电视辩论会全部来，对不对？你街头都是同温层取暖而已嘛，都是鼓动情绪动员而已嘛，制造更多的仇恨。这个事情会越讲越清楚吗？一定是越讲越不清楚嘛。怎么会有这一个嘛？就是他不想要让你清楚嘛，他只是想鼓动情绪嘛。想鼓动情绪。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媒体界应该呼吁他们来办个电视辩论会马英九那时候 A 可法的时候，蔡英文要求办那个辩论，马英九总统答应了，直接跟在野党领袖，现在赖清德会吗？那个蔡英文那个是完全执政的，他还想谦卑再谦卑不管后面怎么做，但是呢，这个赖清德是弱势总统他是高傲再高傲。然后丙斗嘛，就是说其很多的结果嘛，就是通向把这一个情绪动员一直延续到明年年初的时候，满1年的时候开始进行罢免嘛。那罢免就是说，反正他不会输嘛，反正他现在已经是少数了嘛，他罢蓝的也会罢绿的啊，但是他自己被罢也没关系啊，反正输少几席就少几席，但是万一他有机会，搞不好他可以翻盘呢。就是那就这种就是完全破坏整个的民主运作。如果会回到机制来了，那就是大家怎么样回到立法院来，该讨论的时候，你讲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认真的在讨论这个条文，而不是在讲其他的事情？因为其实确实啊，如果你去看这些国会改革法案，他们不但先前有办公听会，他们其实呢委员会里面实质讨论的时间也是很长的。那这样子的一个讨论，很多人说我不知道啊。那所以现在大家全部都要到街头讲了。可是到街头讲，真的讲得清楚吗？还是说这其实只是在酝酿另一种的政治能量？我们先进广告。好，现在呢，这个政府一直说他非常体恤民意，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民的困扰在哪里，他一定会帮你解决。他现在知道了年轻人很多困扰是说不能成家，好，所以从之前就有这么一个新青安。可是问题是，这个新青安真的是在帮忙解决问题吗？因为呢，你来看看，大家在讨论的是他是不是变成了炒房的帮凶了？好，其实呢，在13号，也就今天哈，他们有在开这个会议。那这会议当中呢，大家就开始在问了，公股行库其实他们自己也有发现这么一件事情，就过往了新青安来这个做房贷的没有这么多，现在呢是倍数之间的成长。那他们就直接讲了，就有2大风险嘛，这里面包括什么？包括说呢，利息它其实呢会有部分补贴，好，可是问题是当没有的时候，它还不还得起？宽限期呢现在变长了，但是呢之后开始摊完本金的时候，它还不还得起？还的时间变长了，30年变40年，40年的负担它还不还得起？这一些都是一个，大家现在很怕它会变成一个未爆弹，也害怕的是这个期间过去之后，宽限期过了5年过后，会不会很可怕呢？刘世芳，我们现在的内政部长，他已经先讲了，他觉得新青安的房贷呢有看到成效了，很好。好，可是问题是我们截至4月为止呢，已经核贷近5万户，我们基本的阶段性效益嘛，阶段性任务完成之后呢，现在因为热钱的关系，所以呢已经决定不再加码补贴，希望能够抑制房市。大家就开始在说了，所以政府的方式在改变咯。好，可是政府告诉你没有。我要帮助大家买房子的决心是不变的。我想请教一下蓝群姐，您怎么样来看这么一件事情？原因是因为大家一直觉得说，对啊，政府在帮忙我们，但是现在某一个层面来说，热钱太多，然后炒房太多，然后甚至呢，我还听到在林口那边很多年轻人去买房子嘛，结果呢说晚上漏夜在排队，可是问题是那边的房价是周遭里面最高的，已经到60了，但还在排队，大家就开始很错乱呢。但我觉得现在像前段时间不是才有个数字吗？讲到说我们的这个就贫富差距这个所得比，就是过去来看的话呢，如果说你算是呢最高的这个用
20等份来看好了，这个最高的呢跟最低的比起来，过去是7倍，现在呢已经翻倍再翻倍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样那个差距已经让大家觉得说，你对于年轻人来说，你要购屋，你基本上是一个花可能我记得最新那个数字80几年是不是都不吃不喝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目标。所以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当政府提出这个新青安的时候，我觉得似乎让他觉得哦，对，很棒，这是一个解决的方案哦。这个政府呢有魄力，政府呢试图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但重点是，这个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吗？你今天给他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房贷，但是这个房贷你可能只是一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就是给他这个头期款比较便利。那接下来呢？接下来他还得起吗？他是要不吃不喝吗？年轻人真正的他的所得，他应该用来这样子被绑在一个壳上面吗？或者他应该投资自己呢？他应该有一个更自由、更宽广的人生呢？所以我觉得这部分，而且然后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传出来有一些可能的弊案，或者社会当中的一些比较夸张的状况，比方说妈妈逼着小孩子去这个要加入这个新青安，还说是无痛买房。对对对，就是妈妈觉得要有房子，那问题是妈妈觉得有房子，可能不见得是它是投资的概念吗？我不晓得，他可能就哇，这是这个是一个进场的好机会，由政府来补贴一部分，但是。这个部分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它不是只有头期款而已，它不是只有初步的政府的房贷的帮助而已。那接下来还有很庞大的钱，你如何还得出来的问题。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是不是有房子这件事情，然后而且是我不晓得什么样的一个区段啊，就有房子这件事情对年轻人来说是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吗？所以就回过头来看，我们与其去看这个新青安导致更多的一些社会的家庭的一些纷争，你为什么不去问那社会住宅到底在哪里呢？那有关于这个租屋的市场到底在哪里呢？对于年轻人来看，你去看国际之间，其实现在很多针对这个话题有相关的一些，我觉得有些媒体还是很认真去做一些报道，去做一些调查。其实呢，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也很多在首都圈，还有很多一些所谓的6都当中，它事实上不容易买起房子。尤其对年轻人来说，那真正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社会住宅是一种方式啊。是啊，对啊。那所以社会住宅，你讲了半天，我觉得赖清德真的要把过去8年蔡英文的承诺通通忘掉吗？就是这跟我无关，这不是民进党的，这是蔡英文的，下台就算了，做不到就算了，是这个意思吗？同样的，其实能源政策不也是这样子吗？就是你只要许诺一个不是在你任期当中可以达到的，或者已经跳了票的，反正我下台了就跟我无关。民进党的政策是不是延续的？你的政权是延续的，你政策可以不要延续吗？对不对？那当初你的这个社会住宅跳票，那请问你要不要回答为什么你的社会住宅跳票？那你的现在要不要继续下去呢？那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如果说你相当程度的社会住宅，如同你当初蔡英文所承诺的做了部分的话，这个整个的市场是不是可以疏解一些？那尤其我要讲的，为什么要谈到租屋？我们讨论过非常多次了，台湾的房子不够多吗？台湾的空屋率够不够高？你去查查看，台湾的空屋率，台湾的房子绝对远远超过于整个的。假设说你4个人住一户好了，我们是远远超过我们的需求的。你那么多房子在那边是干嘛？房子是谁在？之前为什么会空在那个地方？有钱人在囤房吗？他们在投资吗？那你不用去课客人的夫人税吗？不用去课空房税吗？你不用去课这些相关的税吗？你不去做这些事情，然后让这些租屋市场空的还是空的，拼命盖新房子，盖了一些大家买不起的房子。请问这是我们的国家政策吗？就是很多事情是不是可以回过头来想，就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房屋政策？什么叫真正的居住正义？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新青安，我真的觉得就是台湾很多一些政策跟民进党很多一些政策，就是嘴巴说起来，口号喊起来很漂亮。那你不懂得就好吧，政府好像有在做事情，而且重点还在于说喊起来很漂亮，都还不见得需要做。做不到也没关系，反正就下台了，是这个样子吗？但其实他们现在正在做，然后这个做呢，会让大家很怕的是，那个是会不会变成一个大泡泡？因为会不会破掉这么一件事情？好，现在呢，投资客都说新青安是得正啊，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利率也听到，确实网络上有人在传说是不是有人借名啊，等等等的这一些事情。好，现在呢，财政部跟我们讲法是说，有啦，我们注意了啦，会积极来调查。但是问题是，整个房市是真的热到炸掉。然后呢，前一阵子那个公布 CPI 又再次创高嘛，那里面其实租金也是涨很多的。来，请教重庭。我觉得房市其实最大问题是过去我们讲去年的 PPP 哈，就是人均的这个部分，它人均 GDP 是230万哦，但薪资平均是70万，所以表示什么？资本利得太高。那我们的房市最大问题是什么？是房子就是投资最赚钱的商品嘛。
所以你要抑制房价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要让房子去商品化，它不会是最赚钱的工具，你才有办法去阻止房价一路的这样的上涨。但我们现在的做法不是啊，我们现在做法是好，既然房市是最容易赚钱的方式，那我现在没办法了，我让更多人能够借更多的钱。那这个前提都建立在什么？都在建立房价是一路往上的这个状况哦。可是如果今天因为